4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华盛顿首次举行3边会谈，讨论加强安全合作等问题。会后发表日菲美领导人共同愿景声明。虽然在此之前，美方曾公开表示此次峰会和美日菲合作不针对中国，但会后的声明内容仍直接提及中国，甚至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在东海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并妄言台湾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本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得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搞3边合作。在一片抗议声中，美日菲3国领导人峰会拉开帷幕。作为东道主，美方除了总统拜登参会外，其内阁高官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商务部长雷蒙多、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均到场出席，欲向日本和菲律宾的领导人展现美方对他们的重视。Today, we mark a historic moment, the first ever leaders summi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as we begin this new era of a partnership. 事实上，这所谓的首次领导人峰会，拜登政府筹谋已久。2022年6月，自菲律宾马克思政府组建以来，美国拜登政府就开始拉小圈子，谋划美日菲3边安全合作。2022年9月，美日菲首次举行3边防务政策对话，进行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灾害应对等领域的合作。2022年12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东京举行首次军方间的3方会议，为3国地面部队间的定期高级别会谈埋下伏笔。在此期间，标志性的事件是2023年6月，美日菲3国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举行的首次3方安全对话，这意味着美日菲安全合作更加机制化。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11号的美日菲领导人会谈前夕，美日澳菲4国4月7号在菲律宾附近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而在此次会后发表的共同愿景声明中，美日菲再次打出所谓价值观外交牌，从政治、军事和经济3个维度炒作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这次美日菲3方共同愿景声明罕见地直接提及中国，甚至占据相当篇幅，不仅妄称中国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中方在南海、东海等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还表示了所谓关切。据统计，美国在全球拥有700多个军事基地，其中300多个分布在中国周边。2023年，美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展开了107次大型演习演训，航母打击群和2栖戒备群大型编队8次进入南海。谁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结果不言而喻。最近这个美日菲3方首脑会晤，确实在南海问题上，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很重要的就是美国要拉拢他的传统盟友，进一步所谓强化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外交、政治甚至军事的干涉，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违背了基本的这个南海问题已经形成的多边规则和治理机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是部分国家拉域外国家撑腰壮胆有恃无恐，不断在海上采取侵权挑衅举动，才引发局势升温。个别域外国家煽风点火，挑动对抗，令人愤慨。同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还表示，任何国家间的防务合作都不应针对其他特定国家，都不应损害地区和平稳定。近段时间以来，菲方一方面拉拢域外势力介入，侵闯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炒作所谓中方以大欺小，伪装成受害者四处碰瓷卖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解决南海问题要讲道理，而不是比大小。中方从不以大欺小，但也绝不会任凭菲方无理取闹。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中国军队一向说到做到。
除了抹黑中国，此次峰会上，拜登还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并宣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菲律宾在南海的飞机、船只以及武装部队。The United States defense commitments to Japan and to the Philippines are ironclad. They're ironclad. 被拜登反复强调的如钢铁般牢固的防务承诺，还出现在了隔天，也就是4月12号举行的美菲外长、防长和国安顾问3+3会谈中。We stand with the Philippines in our ironclad defense commitments, including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just a couple of seconds ago, our commitment to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with the Philippines remains ironclad. 事实上，美国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防务承诺首次出现在2019年。当年3月，美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访菲时，首次公开承诺在南海保护菲律宾，对抗任何武力攻击。这一表态随后变成美国借着南海问题拉拢菲律宾的工具，使用场合和频率逐渐增加。但对菲律宾来说，美方的承诺是否真的如钢铁般牢固，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有分析指，美国当下对菲的防务承诺是一种协防性质的共同防御义务，并非直接采取武力反击。在话语营造过程中，美方还刻意淡化甚至忽略了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款的后半句，即在受到武力攻击后，双方可宣布依据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同样都是触发条约，北大西洋条约第5条款中约定的是立即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美菲则只是启动国内程序。换句话说，即便真的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双方还存在很大讨价还价的空间。美国会给菲律宾提供多大帮助，都还是未知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想在地区事务上继续赤裸裸地保持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的心态、利益和特权。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利用美菲军事同盟关系来强化所谓美国对菲律宾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同盟责任。这不仅是美国现在霸权心态的再次的赤裸裸的这种表现，其实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就是要利用所谓菲律宾这样的盟友，利用南海的这个争议，然后来进一步的加紧实施所谓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国的基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要对一个崛起的中国不断的在外交、政治、军事上进行发难。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与菲律宾加速靠拢是互有所需、互相利用。从美国方面来看，拜登政府上台后组建一系列小圈子，旨在将盟国绑上战车，为其大国竞争战略提供助力。菲律宾就是美国眼下借南海问题重点拉拢的对象，希望后者成为铁杆盟友，为美国的战略站台。为此，美国智库多次暗地里为菲律宾出谋划策，其中跳得最高的要数美国斯坦福大学涉及南海安全问题的妙手项目。2023年底，美国空军军官本杰明·戈伊里·戈尔扎里曾撰文介绍了妙手项目进行情况，称该项目名字取自中国围棋术语。于2022年在斯坦福大学格尔迪之杰国家安全创新中心成立。2023年2月，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所谓菲律宾海警在仁爱礁海域遭中方拦阻事件，正是出自该项目组成员之手。该项目的负责人则是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雷蒙多·鲍威尔。2022年，他就曾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场会议上开始炒作南海议题。之前已经有外媒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一些菲律宾民船在南海域故意挑起事端，其实是在执行美国妙手项目。而妙手项目呢，表面上属于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由具有美国军方背景的成员运营。也就是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以及一些相关国际媒体的举措，归根到底都是菲律宾和外国力量在协同作战。这也充分说明，这是菲律宾频频主动挑衅中国的故事很不简单，是受到域外大国的指使。
此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是美国研究南海问题的另一个重头项目。这几家美国智库在与菲律宾智库的研讨中，就美菲合作占据仁爱礁出了不少鬼点子。按美国建议，菲律宾国会有提案建议拨款在仁爱礁上建设浮动平台，以取代马德雷山舰。还有美国专家提议建设更大规模的海上永久设施，在仁爱礁海域进行海上能源勘探。此外，鲍威尔还建议美菲联手在中业岛进行民事援助行动，以凸显对中国的威慑。有分析指，美国给菲律宾出谋划策，反映其唯恐南海不乱的意图。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日前接受采访时就指出，南海原本很平静，但是美国人来了之后，让这里充满了争吵。美国的不断的为菲律宾出谋划策，不仅是为财，更是为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的这种战略和地区利益。所以他的这一系列对南海问题的主张和这个智库报告，不仅从美国的这个偏执狭隘自私的霸权霸道霸凌的心态挑衅和否定中国的合法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更重要的也是试图进一步的让美国通过这种智库的影响力、智库的政策建议报告，使得东南亚国家更多的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对于马克思政府来说，在南海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在外交政策上逐渐失衡，转向美国也有自身多方因素的考量。就现实而言，马克思政府希望借南海问题在安全和军事上得到域外大国扶持，还指望在经济上能够分得甜头。 For one thing for sure, the defense and security is one aspect of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s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ring about what the president has always wanted, to hav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hopefully it will help in being able to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bump up our defense and security in the future. 在这次美日菲三方联合声明中，就宣布将启动一项名为“吕宋走廊”的基础设施项目。菲律宾希望以此吸引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外界质疑美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很少，难以满足菲律宾的预期。而日本企业向来只在政治稳定的国家投资。目前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显然将吓退很多日本企业家。 外界关注到，吕宋走廊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是基于美国在2021年所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进行的首个此类项目。但有研究东南亚经济的美国专家表示，鉴于拜登2021年在日本首次提出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果都被证实十分有限，吕宋走廊对菲律宾基建有多大帮助，值得高度怀疑。 Has the U.S. made as much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region? The short answer is no. We have polling data out recently on this that shows that mos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ave actually been more convinced over the last year that the U.S. is los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engagement they wanted to see. The economic efforts by the Biden team, especially something called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have fallen flat in much of Southeast Asia. 上周，美日菲首脑会晤在华盛顿举行，这是这3国首次举行3边首脑会谈。黄先生，在这次3边会谈当中，菲律宾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小马可西来说嘛，这次他参加这个3国的首脑会，从华盛顿在接待他的各种安排，比如说拜登是首先接见小马可西的，而且给他很高的礼遇，然后这个。 3方会议，包括美菲的会议，等等所透露的内容，就是美国这一次是空前的送给菲律宾很大单的这个经济利益。华盛顿是刻意的要制造一种印象，除了给小马可西受宠若惊的一个惊喜之外，同时也是要给菲律宾的民众看，包括也是要给。 这个世界，特别在东南亚国家亲近美国的，或者那些还在犹豫不敢选边站的国家，做一个示范。那至于说美国的承诺
跟美国所答应的这些经济大单会不会兑现呢？那这是另当别论。菲律宾可能表面上、面子上是一个这个受益者，但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它更多的可能未来是一个受害者。菲律宾背离了大国平衡战略，本身与东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是不相符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其实是以牺牲中菲关系作为一个代价的。所以说，对于未来来讲的话，对于整个菲律宾的政治外交的议程都会产生重大的这种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可能与菲律宾的利益，我个人觉得不是非常相符，所以本质上讲，它可能也是一个受害者。那么这次峰会之后，美日菲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小三边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当前的亚太地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很关键一点就是什么呢？三边它不像是这个奥库斯。它这样没有一个协议，它是个松散的三边。同时呢，这个三国它是基于各自的这个利益诉求，再有一个是它不具有这个相互之间的责任跟义务。所以这个三边呢，只是形式上的三边，它是基于某一个特定时期、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跟某一些特殊议题形成的小三边。那么对于未来地区的其实影响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东盟的这个为主导的地区的安全架构，它现在面临支离破碎，就是碎片化。第二个的话呢，就这个局势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小国卷入到大国竞争中里面去，菲律宾把自己当做一个棋子，那么也会导致这种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第三个就是被这个日本的进一步介入，使得这个南海问题跟东海问题的进一步联动，也会让地区的地缘政治板块变得更加的复杂跟充满不确定性。未来的发展形势如何，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表面上看是一个军事联盟，但是如果比喻为动物的话，这几个体量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大中小啊。对，可能大的像一头狮子，中等的像一只狼，小的可能只像一只兔子，这个时候这样的军事联盟，它最后能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其实是我们都可以知道它几斤几两。据美联社的报道，拜登在三边会谈当中呢，向岸田和马克思重申，美国对日本、菲律宾等太平洋盟友的防务承诺是坚定的。王先生，这种表态能让菲律宾感到更安全一点吗？也能让菲律宾在接下来的一些动作上更大胆一些吗？过去1年多来，美国的高官不断的往菲律宾走。每一个高官到了菲律宾，一定都会说这种话。如果真要做，就不必这样表态嘛。就是话说的越多，就显得这是有点虚伪了。那所以这种美国的这种表态嘛，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的语言，就是也很难消除说菲律宾原来的这种担忧吧。就是美国究竟会不会为菲律宾人而战？更何况。现在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还没有做好跟中国要对抗的这种准备，那军方真的是有可能会借助不断的南海的声音来制造一些事件。我觉得从美国的逻辑来说，它有另外一套逻辑，在世人面前，你别看我有这么多麻烦，我仍然有能力应对中国。我还能拉上小弟，我们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恰恰要做，这有点像一个病倒在床上的人，他硬要下地走给你看这个是一个这样的心态。所以另外一方面，就要知道，他们对菲律宾的承诺，会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承诺，因为如果真正的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热战之地的话，美国是绝对承受不了的。